人到中年，如果发现兄弟姐妹没有人情味了，请做好3件事。每个人都希望，无论处在哪个人生阶段，都能跟兄弟姐妹和睦相处，友爱如初。毕竟血浓于水，家人永远是不可替代的存在。然而，人到中年以后，各自成立了家庭，生活的重心也渐渐改变。我们会发现，彼此之间好像生疏了。特别是父母不在了以后，彼此之间的纽带没了，联系少了，再也没有往日的亲密了。如果人到中年，你发现兄弟姐妹没有人情味了，不要伤心，默默做好3件事，你的晚年会更有保障。1. 善待自己的另一半，终身的伴侣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发现，能陪我们走到生命终结的，不是父母，不是兄弟姐妹，甚至不是子女，而是我们的另一半。善待另一半，其实就是善待晚年时的自己。毕竟到那时，在我们身边贴身照顾的，不嫌弃我们的，只有另一半。婚姻的意义，俗话说，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更有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安。如果兄弟姐妹靠不住，那就对另一半好一点。当自己的家庭经营好了，就不用寄希望于外人了。实际操作：1. 沟通与理解，多与另一半沟通，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。2. 共同兴趣，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增加彼此的互动和默契。3. 尊重与支持，尊重对方的意见和决定，给予支持和鼓励。2. 跟子女搞好关系，养老的依赖。在我们国家，大多数家庭的养老其实都要依赖于子女，民间更有养儿防老的说法。如果你跟子女的关系很好，他们愿意孝顺你，善待你，那么你的晚年生活是不用发愁的。即便这时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了，断联了，依旧能感受到来自家人的爱与温暖。家庭关系的转变，没有成家之前，我们跟兄弟姐妹是最亲近的一家人，但成家之后，我们渐渐变成了亲戚。如果这时他们变得现实了，没有人情味了，也不要过分伤心或抱怨，默默将以往的美好藏在心里，而后给自己找好退路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。毕竟人心是现实的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。实际操作：1. 关心与陪伴，多关心子女的生活和工作，给予适当的陪伴和支持。2. 教育与引导，在子女成长过程中，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引导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孝心。3. 尊重与理解，尊重子女的选择和决定，理解他们的困难和压力。3. 让自己有一定的存款。现实的考量，可能你会说，另一半也有可能会变心，毕竟现如今的离婚率持续飙升，或者子女成家后，即便有孝心，也会力不从心，寄希望于他们，终究是没有保障的。那么就提前给自己留条退路吧，尽可能的多给自己存钱，或者买好养老保险，这样无论谁背叛了我们，都能靠自己过好以后的生活，走好以后的路。自我依靠，人生说到底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如果一早就有了这样的意识，懂得为自己而活的道理，那么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变得清醒且通透，根本不会白白吃那么多苦，浪费那么多感情。实际操作：1. 理财规划，制定合理的理财计划，确保有足够的储蓄和投资。2. 保险保障，购买适当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，为晚年生活提供保障。3. 节俭与储蓄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俭，合理消费，增加储蓄。生活中的现实案例1，兄弟姐妹的疏离。生活中很多现实案例告诉我们，父母在的时候，兄弟姐妹是很亲的，彼此遇到困难时，能拉一把就拉一把。一旦父母不在了，兄弟姐妹之间就会变得渐渐疏离，特别是当贫富差距渐渐拉大时，感情就会变得不再纯粹。有时你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对于对方的关心，对方却要警惕着你是不是要找他借钱，或者有求于他。这样的关系让人觉得很累，与其如此，不如趁早经营好自己。案例2，家庭的温暖。
老王和老李是兄弟，老王一直对老李很关心，但老李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总觉得老王是在炫耀。老王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开始减少与老李的联系，转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上。他善待自己的妻子，与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并为自己存了一笔养老金。几年后，老王的生活非常幸福，而老李虽然经济条件有所改善，但内心依然感到孤独。案例3：自我依靠的重要性。老张和老赵是姐妹，老张一直依赖老赵的帮助，但老赵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原因，渐渐疏远了老张。老张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开始努力工作，为自己存钱，并购买了养老保险。几年后，老张的生活非常独立和充实，而老赵虽然一直帮助老张，但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疲惫。总结与建议：人到中年，如果发现兄弟姐妹没有人情味了，不要伤心，默默做好3件事，你的晚年会更有保障。建议：1. 善待自己的另一半，多沟通、理解和支持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。2. 跟子女搞好关系，关心、陪伴和教育，培养子女的责任感和孝心。3. 让自己有一定的存款，制定理财计划，购买保险，增加储蓄，确保晚年生活的保障。结语：人到中年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轻易依赖他人。通过善待另一半，搞好子女关系和增加存款，你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变化，过上幸福和安宁的晚年生活。进一步探讨社会心理学视角，家庭关系的演变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家庭关系会发生演变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亲密变为疏离，特别是在各自成立家庭后，这种变化是正常的，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应对。自我依靠的重要性。自我依靠是应对生活变化的重要策略，通过提前规划和准备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减少对他人的依赖。心理学视角，情感管理。在面对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时，学会情感管理非常重要。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情感上的困扰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自我价值感。人到中年，建立自我价值感非常重要。通过善待另一半，搞好子女关系和增加存款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，过上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。实际应用社交技巧，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在面对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时，保持适当的距离非常重要，不要过分依赖他人，也不要过分疏远，保持适度的联系和互动，选择合适的倾诉对象。在面对情感问题时，选择合适的倾诉对象非常重要，避免向那些可能会利用你的情感问题进行攻击或伤害的人倾诉。法律保护。财产保护。了解相关法律，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。在面对借钱请求时，要学会拒绝，避免陷入财务困境。情感保护。在面对情感诈骗时，要学会识别和防范，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情感不受伤害。结语：人到中年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轻易依赖他人。通过善待另一半，搞好子女关系和增加存款，你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变化，过上幸福和安宁的晚年生活。通过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选择合适的倾诉对象，法律保护和情感支持，你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